垂直起降发动机在台湾战斗机局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台湾一直面临来自其他的军事威胁，包括潜在的空中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斗机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首先，垂直起降战斗机能够在有限的机场资源下进行起降，这对于台湾的空军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由于地理原因，台湾的机场有限，而垂直起降战斗机可以在较小的场地上进行操作，增加了台湾在战争爆发时能够维持其空中防御能力的机会。其次，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得海上部署对于其台防至关重要。垂直起降战斗机可以在舰船上进行垂直起降，增加了台湾海军舰队的战斗能力。考虑到台湾周围的海域，这种能力在应对潜在威胁时至关重要。此外，台湾需要多功能的战斗机，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包括空中优势战斗、对地攻击、反潜战、电子战和情报监视和侦察。垂直起降战斗机通常具有多用途性，使其成为台湾应对各种威胁的理想选择。最后，台湾一直在寻求与美国建立更深度的军事合作，以确保其台防安全。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垂直起降战斗机部队，为台湾提供了学习和合作的机会。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提高台湾军队的实力，还可以巩固美台之间的军事联盟。综合来看，垂直起降战斗机在台湾的台防战略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们提供了多样性、机动性和生存性，有助于强化台湾的台防能力，应对潜在的威胁。在台湾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垂直起降战斗机无疑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军事资源。至于台湾的五代机是否更需要矢量发动机，我们可以从美国和俄罗斯的实力中得到启示。美国的 F-22和俄罗斯的苏57在空中杂技方面表现出色，但这是否适用于台湾的五代机，需要更深入的探讨。矢量发动机在空中机动性上具有优势，但在实际战斗中是否符合台湾的需求，还需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目前，台湾的第五代战机计划在明年初或年底亮相，届时将更清晰地了解其设计和性能特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架战机很可能采用美国的 F-414发动机，这也是大黄蜂和韩国 KF-21战斗机所使用的引擎。尽管台湾也在慢慢研发自己的引擎，但时间显然不允许局势变化莫测。也许哪一天就需要第五代战机。所以，为了尽早让五代隐身机服役，购买引擎似乎成了不二之选。尽管购买不如自主研发来得让人安心，但 F-414发动机的性能已经完全够用。印度研制的第五代战机 MK 也采用了 F-414发动机，而且印度还要求通用电气公司在 F-414的基础上增加矢量推力技术。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矢量发动机？台湾的第五代战机需要吗？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矢量发动机。只有彻底了解它，我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第五代战机是否需要它。托马斯回旋、空中360度转弯等看似令人陶醉的飞行动作，实际上不是飞行员的功劳，而是多亏了战斗机的心脏——矢量发动机。普通的发动机排气口不能改变方向，只能产生向后的推力。如果要执行高难度的动作，比如俯冲或翻滚，飞行员需要通过操纵飞机的操纵杆来改变机翼、尾翼和垂直尾翼的状态，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而矢量发动机则完全不需要这些复杂的操作，只要你稍微了解一点飞行方式，你就可以轻松成为空中高手。简而言之，矢量发动机就是可以改变喷气方向的引擎，这使得战斗机能够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从而摆脱了传统飞机的限制。这为短距离起降、翻滚、横滚等高难度动作提供了便利，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在空中对抗中，这可是一个强大的利器。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矢量发动机的垂直起降能力，这项技术对于战斗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来说至关重要。当战场局势变幻莫测时，这种能力可能成为台湾五代机的一项重要优势，确保他们在最危险的瞬间能够依然保持上风。二战时军事基地的飞行跑道就像是一个大的火把子，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来投放炸弹。一轰炸后，原本宽阔的3000米跑道可能只剩下区500至600米。对于常规战斗机来说，这距离根本不够用。
那该怎么办呢？唯有紧急调动工兵修补跑道，只有跑道修好了，飞机才有希望起飞。如果不能及时修复，那么战斗机只是一个巨大的高达模型。然而，如果这些战机配备了矢量发动机，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这种引擎使得飞机只需极短的距离就能完成起飞，其工作原理相当简单，可以控制推力的方向，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通过将发动机的喷口弯曲到垂直下方90度，使得发动机可以产生向下的垂直推力。美国曾在 F-15战机上进行过推力矢量试验，结果将降落所需距离从原本的2260米降至420米。因此，即便战机跑道受到破坏，也不必过于担忧。矢量发动机的运用不仅提高了飞行员的生存机会，而且使飞机在失速状态下仍能保持控制。通常情况下，战斗机的迎角不超过30度，超过这个范围就可能陷入失速状态，难以掌控。然而，矢量发动机改变了这一局面，使得飞机在失速状态下的迎角可以达到60度甚至更大，保障了飞行员对飞机的掌控。这意味着飞机可以执行各种复杂动作，而无需担心安全问题，除非燃料耗尽。此外，矢量发动机并非仅限于战斗机的应用。最早使用矢量发动技术的领域之一是火箭和导弹。这些无翅膀的火箭和导弹在下落时要依赖推力矢量控制发动机进行转向或变轨，确保其飞行方向。这项技术最早实际应用在二战时期的德国 V2 火箭上，如今在现代火箭和导弹上也广泛使用。总的来说，尽管我们经常将矢量发动机与战斗机的高难度动作联系在一起，但最初应用这一技术的领域并非战斗机，而是火箭和导弹。这期视频的重点仍在于战斗机上的矢量发动机。矢量发动机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处于第2阶段。战斗机使用推力矢量技术的第1阶段，类似于火箭的方式，被称为折流板。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德国提出的。美国和德国的合作研究表明，推力矢量技术能显著提高战机的机动性能。美国并未满足于第1阶段的成果，而是迅速进入了第2代矢量发动机的研发。俄罗斯也密切关注美国的技术进展，并采取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美国的矢量发动机被称为2元矢量发动机，它只能向上或向下偏转，无法进行左右偏转。与此不同，俄罗斯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法。美国的 F-22 战斗机作为首架装备矢量推力喷口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其 F-119 发动机的喷口呈方形，由4个平板围成，上方2个平板可以自由活动，用于进行俯仰控制。俄罗斯的多元矢量发动机最显著的特点是发动机尾喷口和发动机球形连接，例如 AL-31UP 发动机的喷口采用收敛扩张式设计，内置了16个可调节片和密封片。虽然多元矢量发动机看似更强大，但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更倾向于美国的2元矢量发动机。这是因为第5代战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隐身能力。俄罗斯的苏57采用多元矢量发动机，尽管机动性强，但却牺牲了隐身性能，因为多元矢量发动机无法对喷口进行遮挡，导致失去隐身性能，使苏57在这方面有所得失。相较之下，美国的2元矢量发动机虽然只能进行俯仰控制，但已经足够出色。发动机上的涡轮叶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遮挡喷口，降低红外特征和飞机阻力，使隐身性能非常突出。俄罗斯对这个问题心知肚明，因此尝试模仿美国的2元矢量发动机，试图为苏17进行技术升级。然而，多元矢量发动机在技术上相对更为复杂。俄罗斯迅速得出结论，采用2元矢量发动机会导致尾部增加约1吨的重量，增加机头的配重，总重量增加2吨，因此认为这不是可接受的选择。因此，俄罗斯一直坚持使用多元矢量发动机，导致苏57的隐身性能一直相对较差。尽管2元矢量发动机能显著提高战机的机动性而不影响隐身性能，但对于台湾的5代机来说，添加这项技术是不必要的，因为矢量发动机在实战中并没有太多作用。一些印象深刻的飞机动作，如落叶飘机动、赫布斯特蹬臂机动、普加乔夫眼镜蛇、弗罗洛夫轮盘等，看似很酷，但实际上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此外，矢量发动机的超机动性和为战机提供的战斗能力增强，更多是为了表演而非实战。俄罗斯在各大航展上展示并夸大具有超机动性的战机，甚至宣传说这些战机可以进行直角转弯，摆脱后方追踪的导弹，但这一切仅仅是为了销售自家飞机而夸大的宣传。20年来，虽然俄罗斯一直吹嘘矢量推力，但在实际应用上存在巨大差异。现代战斗机如台风、阵风等，在压抑布局下已足够灵活，无需安装矢量发动机。更高的机动性可能难以承受，且不一定显著提高作战效能。在现代导弹和雷达时代，飞机机动性需求逐渐减弱，因为空战中几乎没有近距离格斗机会。重要的是，谁先发现敌人，谁先发动攻击，才能取得优势，而非谁能表演更炫酷的机动动作。因此，矢量发动机对一款战斗机来说，更像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如俄罗斯的苏27和美国的 F-22，即使没有矢量发动机，其作战效能也不会显著下降。如果台湾的5代机选择加装矢量发动机，需要在航电系统上进行更多改进，结构设计也会更加复杂，导致研发时间延长。最主要的是，这不一定会明显提升战斗力，除非美国提供设计帮助或共享资料，但这显然不太可能。台湾目前应该一步一个脚印。美国再次将关注点转向台湾战斗机的采购议题。美国军事相关媒体《战争地带》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文章，标题直指现在是台湾采购垂直起降战机的时候了。这篇文章由《战争地带》主编泰勒·罗格威亲自撰写。阅读全文后，不难看出作者的倾向性观点。正如标题所示，文章显然是在积极建议台湾购买美军的第1代垂直起降战斗机及耀式战机。然而，这一提议真的符合台湾的防御需求吗？如果台湾确实需要垂直起降能力，为什么不直接采购更为先进的 F-35战机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能是一项以垂直起降技术转移为核心的大型交易。事实上，美国向台湾推销耀式战机的议题并非首次提出。几年前，国防新闻就曾报道过，美国政府考虑通过剩余物资项目向台湾出售耀式战机。当时，台湾空军官员明确表示，耀式战机存在性能局限，且维护成本高昂，因此最终放弃了采购计划。如今，美国媒体再次提及这一建议，难免引发疑问：为何美国队向台湾推广耀式战机如此执着？要解答这一疑问，必须深入分析背后的动机。如果台湾真的引进耀式战机，这会对其空军带来哪些实际影响？首先，耀式战机的垂直起降能力将显著降低台湾空军对机场的依赖性，作为台湾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柱。空军在任何企图全面控制台湾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关键角色，敌方必须依赖海空运输，将大规模部队送入岛内，这使得台湾空中防御在阻止敌人突破防线方面尤为重要。空军的核心任务是通过远程监视和早期预警，对进入台湾防空区域的敌机进行有效控制，尽可能降低威胁。在防御作战的初期，空军需要迅速反击，阻止敌方空军侵入台湾空域并破坏关键设施，同时确保制空权后，空军将对敌方的地面和海上部队展开牵制和打击，为台湾海军和陆军提供有力支援。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台湾空军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综上所述，引进垂直起降战机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台湾空军的灵活性，但对于如何平衡成本、维护需求与实际作战效能，仍需更全面的评估。从地理环境来看，台湾的战略纵深较为有限，岛内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占总面积约70%，人口密集和经济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地带，因此台军的活动很容易暴露在外界的侦察与监控之下。目前，台湾拥有53座机场，其中13座为主要军用机场，这些机场全部处于短程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台湾有关人士曾对此表示忧虑。他指出，台湾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是数量庞大的短程弹道导弹。基于这一风险，台湾近年来在东部沿海地区扩建机场及洞库设施，例如嘉山飞机洞库能够容纳超过200架战机，成为关键的隐蔽设施之一。耀式战机因其垂直起降的特性，
尤其适合台湾多山的地理环境。这类战机可以分散隐藏于山区，避免传统机场遭受导弹袭击时带来的大规模损失，从而提高战机在突袭中的生存能力，同时增强初次反击的持续作战能力。如果台湾引进耀式战机，这些战机平时可部署在大型基地，但在战时能够分散隐蔽，并根据战场形势灵活调整位置，与地面部队密切配合，展开作战行动。此外，耀式战机具备较强的对地攻击能力，尽管它被归类为战斗机，但实际上在作战中更接近于一种攻击机。就耀式战机而言，除了承担一定的舰队防空任务外，其主要职责集中于对地和对海攻击。陆基型耀式战机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型航母及美国的两栖攻击舰上服役多年，表现出色。这些战机可以挂载反舰导弹、制导炸弹、防区外武器及各种近距离空中支援装备，具备优秀的多任务能力。尤其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版的耀式战机，装备了 AESA 雷达，可挂载 AIM-120空空导弹，具备一定的空中拦截能力，类似于 F-16V 战机的作战性能。目前，台湾现役 F-16V 战机数量有限，而计划中的66架 F-16V 战机要到2026年才能全面到位。因此，引进耀式战机可以在对地攻击任务中与 F-16V 形成高低搭配。耀式战机不仅能够执行近距离地面支援任务，还能在特定条件下协助夺取制空权，为台湾的防御战略提供更多灵活选择和战术深度。然而，耀式战机并非毫无缺点。首先，如果选择垂直起飞模式，其最大起飞重量必须小于发动机推力的90%。这一限制使得耀式战机在载弹量和航程上较同级常规战斗机有所不及，从而在任务范围上受到一定限制。此外，耀式战机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极高，其垂直起降和悬停操作需要与传统战斗机完全不同的飞行感知和操作技能。这类培训不仅难度高，成本也相对昂贵。同时，地面维护团队也需针对该机复杂的垂直起降系统进行额外训练，以确保其正常运行。然而，即便如此，耀式战机的可靠性仍低于传统战机，即使在英美两国，这类战机的运作难度和维修需求也颇具挑战。要完全发挥其作战潜力，需要长期的磨合和投入。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提议出售给台湾的耀式战机，实际上是美海军陆战队在换装 F-35B 后退役的 AV-8B， 这不免让人质疑，此举是否是以淘汰装备充数，好似试图将不再需要的旧货转售给台湾。对于台湾军方而言，这显然无法令人满意，毕竟台湾并非缺乏对先进武器的基本认知。尽管耀式战机的垂直起降能力确实对地形复杂的台湾有一定意义，其可以在机场跑道被摧毁的情况下继续升空作战。然而，单凭这一点优势，并不足以支撑购买的必要性。近年来，台湾在提高跑道快速修复能力方面已有显著进展。如今，修复一条被摧毁的跑道仅需约1小时。此外，台湾更需要的是诸如 F-16V 这样的战机，以提高整体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真正希望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加速交付 F-16V 无疑更具实际意义。而若能允许台湾采购 F-35战机，特别是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 F-35B 型，显然将是一个更理想的方案。F-35B 作为耀式战机，与 F-16的进化版，融合了隐形性能、垂直起降能力及先进态势感知系统，其强大的电子战与情报搜集能力足以显著提升台湾的空中防御能力。此外，它还能与现役 F-16形成高低搭配，成为侦察、监视和导引武器的优质平台。即使仅有少量 F-35B 战机服役，也足以在台海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这一美好愿景面临诸多现实困难。首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产能有限，难以满足现有客户的需求。作为最初 F-35研发的资助方，美国及其他8个参与国家优先享有配额，而其他国家需排队等候。对于未参与研发项目的台湾而言，即便争取采购 F-35，最乐观的估计也需等待至少10年。由此可见，尽管 F-35是理想选择，但其高昂成本和漫长交付周期，使得台湾短期内无法依赖这一方案解决其防御需求。其次，美国对于向台湾出售 F-35的态度，
一直显得模棱两可。早在2016年，台湾就表达了希望购买150架 F-35战机的意愿，其中包括60架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 F-35B。2017年，台湾更是首次在汉光演习中将垂直起降的 F-35纳入战术模拟。到了2018年3月15日，台湾公开表示已正式向美国提出购买210架 F-35的请求。然而，美方的回应却始终不置可否，既未直接拒绝，也未明确表示批准。美国对 F-35的销售一贯保持高度谨慎，保密性是其最核心的考量之一。例如，在俄乌冲突中，即使提供给乌克兰的并非顶尖武器，例如 M777 榴弹炮，美方仍特意移除了数字火控系统，以防止该技术落入俄军之手，造成机密泄露。作为当今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美国对 F-35的出口设有严格的风险评估体系，只有那些处于低战争风险地区的盟友才可能被允许采购，而对于高风险地区，如台湾，美国很难轻易放行这一战机的出口申请，因此台湾短期内获得 F-35的可能性极为渺茫。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台湾若需要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机，就只能选择淘汰的耀式战机？答案是否定的。与其投资于一款已经落后的机型，不如将目光转向成本更低、效能不断提升的无人机。从俄乌冲突的战场经验来看，大规模部署无人机正在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趋势，其对侦察、打击和战场态势感知的贡献日益显著。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在芯片制造领域具备全球领先的优势，这为本土发展高效、先进的军用无人机项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其购买性有限且维护成本高昂的耀式战机，不如充分利用自身在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基础，加快研发和部署适合台湾地形和战略需求的无人机。这不仅能够有效增强台湾的空中作战能力，还可降低对传统战机的依赖，形成更具弹性和优势的防御体系。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